小学的时候啊，朋友就讲，不如我们去你家玩啊，我很不想他们来的嘞，因为我觉得很丑。你是苦过来的人，你往回看哦，你会很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觉得那个最重要啊是言语，我觉得它是很有重量的，它的好或者它的坏，其实真的可以影响或者是毁掉一个人的。你为什么要带这种什么枕头上学？我讲我只是想要好好休息，结果他讲 OK 之后，每个全班带枕头上学。成回田吗？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 podcast， 我是Orange 陈慧田，我是 Rickman 谢成伟呀，我们终于一起了。对啊，我们又合体，就是来做一个 podcast 这样啦。因为之前我们就在电台的时候，然后我们做了2年，然后很多人呢就在这2年时间呢，就是每次下班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话，就会很习惯我们的声音。对啊，然后甚至说我们离开的时候啊，不是有些留言说，哎呀，你们离开了吗？很想念你们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就现在就来验证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少人有想念我们一起在空中飘扬的声音？也不要在意啦。啊？为什么？等下没有人呢。我不理，你们不可以食言。可是讲真的，每次啊，如果你是对一个人说，你对你的偶像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或者是我真的常常听你的节目的，如果他真的出新的东西，你真的会去 follow 或者去关注吗？会啊，我以前其实有偶像的嘞。你偶像是谁？许志安。然后他出专辑，我有去买他正版 CD 耶。那个时候，他每一首歌你都会唱吗？也不一定每一首，忘记了多少年前的歌。现在喽，中学的时候。没有，你错了，是越以前的歌我们越会唱。没有，就他那一阵子蛮红的时候，就有那种什么烂泥呀，做词人呐，有什么很多的罗马架。我不好意思，因为我只可以点头，因为我没有太熟悉许志安。就蛮多他的歌曲我都喜欢的。那因为他现在比较少他的作品了嘛，然后他又经历了一些绯闻之后，你会不会因为那些绯闻影响到你喜欢他的程度？其实 after that 的话，我有留言呢。他 po 的东西是我有留言呢。他有出新的歌的时候是不是？对，然后不是，就那好像发生什么大件事的时候，我有去留言什么之类，然后报道还把我的那个 comment print screen 出来说本地艺人还支持什么之类的。你没有给人家骂吗？没有，我这次是给他鼓励，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犯错，他犯错承认自己错了之后，就应该有一个开始啊。不可能你做错一件事情就永远是就把你打入18层地狱。对呀，不能翻身，不可能吧？是不是？是，我们人是很矛盾的啦。对呀，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一定要留一条后路给别人，但是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觉得不能，很矛盾的，是不是？也没有啦，其实我还蛮宽恕某些人的。是吗？对啊。那个人呢？我们不能讲某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心里有数就好了。对啊。好啦，那我相信很多人就知道我们2个人呢，就是当一起做节目啊，或者是一起玩的时候，就会非常闹，很幼稚，就很疯啊。其实大家在荧光幕前看到的，还算是我们有保留的成分了。我们在电视上其实除了玩那一块，我们是很自己的时候。其实如果在做节目，好像我们做活家在吃东西那种时候，就是蛮有一点，就是收着了。我们已经是忍着了，就是有在想，我们真的不可以太放，不然的话会被人家骂。没有，最主要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出来的话，我们怕呢所有观众朋友没有办法解读，是不是他们在讲我们外星语吗？然后就是还是要一个 translator 在旁边辅助。因为我跟他有很奇怪，就是呢，有时候会在某些很奇怪的点的时候呢，会自己笑。就比如说，如果我们2个人一起录只是念错一个字，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笑，我可以笑20分钟。对，要不然就是呢，就是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些脑袋里面有一些画面啊，就是好笑画面，我们重新看到或者是很相似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就讲喂，你看，然后我们就可以爆笑20分钟。对啊，然后旁边人就傻眼。你看，我们连比这个我们都可以笑很久，就我们2个人之间会有一些笑点在啦。OK， 那在很多人眼中，尤其是我们朋友，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举动是很幼稚的。其实所谓的幼稚，你觉得是什么定义？你如何定义幼稚这2个字？我不懂啊，我只是觉得说你管我幼不幼稚，我开心就好啦。我知道某些事情如果对我来说是可以让我开心的，就算我在
多少人面前做这种动作，我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了，这种不算幼稚吧？没有，我现在没有要管你到底你人我是怎样，不管，我就是管你这个东西。我要你来讲一下，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什么叫做幼稚啦？在不对的事情，在不对的时候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话语，那些才算是幼稚吧。OK， 那你觉得什么年龄？没有分年龄的，幼稚是没有不管年龄的，什么年龄都可以幼稚。可是你刚才的那个definition 啊，幼稚是感觉是比较长大过后的那种。其实也可以的，就算你觉得这动作很幼稚，它幼稚啊，很幼稚哎。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在骂他，还是在怎么样，在赞美也可以啊。对我来说，我会赞他，我算是可以称赞他。你赞美人，你用你很幼稚啊。没有，就有时候他的一些举动虽然说很幼稚，可是我觉得不是错啊。可是你应该到那个时候，你应该是说，你很天真，你很可爱吧？你很幼稚，你用词不当吧？这样熟的人还可以这样讲嘛？没有，我为什么会问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那种调皮型的嘛。如果两个人遇到一起，没有，我很乖啊。不要再解释了。然后有一天，我是在在 social media 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他就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就是说他的小孩和另外一个同年龄的小孩，就是小学的年龄啦，4、5年级，他们讲出来的话语是非常不一样的。可能那个女生小朋友，别人的孩子，他讲出来可能就是讲他希望以后啊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就思想就是蛮成熟的。但他小孩呢，就讲一些真的比较小朋友的话。但那个时候啊，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小朋友这么幼稚？但对我而言呢，一个阿姨的角度就觉得很可爱啊，你的小朋友应该就是必须要讲出这些话的，因为他就是符合他年龄的一些话语啊。所以其实我很希望啊，所谓的幼稚，就是小朋友一直到中学都很适合幼稚。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很天真、很无邪，然后没有被社会所影响的一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很幼稚，但我觉得必须好像你刚才讲那个状况哦，你刚才讲那个状况，因为通常一般上啦，小女生都会比小男生来的成熟的哦，都会比较快，好像是真的，所以他们也不可以这样讲自己孩子，这么幼稚，你看人家他们讲这种话题了，你还在讲什么？你懂我意思吗？我知道，因为他们比较早熟啊。所以你觉得，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希望他维持这种幼稚天真到几岁，你会觉得很好。然后可是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会觉得应该要在……其实我不敢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都是一个很幼稚的人啊。我到现在才40岁，我还是很幼稚啊，你懂我意思吗？没有，我知道你不敢要求，但是我们每次都会有个看东西的想法的嘛。所以我讲我没有资格去讲了，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幼稚的人呐，我怎么可以说改次我的孩子一定要多少岁不可以讲这种话，也不可以这样限制他吧？所以你就觉得无所谓，无所谓啊，你自然健康，他开心就好啊，你明白吗？这样你觉不觉得就是一个人的这种想法，像成熟不成熟啊，思想天不天真啊，其实是跟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影响的，一定有啊。所以我家那一代啊。好像我跟我哥哥啊耍我们也是很幼稚的，我们可以整这一个年龄了啊，还在这边玩那种斗嘴呀。我一定要有一个例子啊，你讲一下你每天起床的时候。起床的时候OK， 我哥哥因为我跟我哥同房嘛，然后呢他就起床的时候有时候会弄醒我，因为有时候他比较早起床，他就会弄醒我，他就会跑来我床旁边。幼稚吗？真的幼稚。这种所以我不会讲什么吧。我都是这样子的我跟你说，这个只是其中一件，我还有听过一个更可怕的，就是那个你们这样子啊，搬这样子的手，就是用手 OK， 可能在听 podcast 没有看到荧幕的朋友呢，我现在的手呢是呈现一个用手指扮天鹅，这不算天鹅吧？孔雀扮孔雀，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子互相用手指扮孔雀来讲话，对啊，交流，很好玩的，就好像你看。你听到没有啊？那个手指要练习那个嘴型，你知道吗？对，两个大男人哦，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幼稚的东西真的就是可能不需要真的是有一个定义啦，只要他不要去影响到别人。对，只要你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是你做那事情不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就 OK 吧？真的，而且我觉得稍微有一种这样子的同性还蛮好的。对，难道你在人家很装那种
庄严的情况下，那种情况，人家很严肃，所以这边突然间，喂，你们在干嘛？这样你真的会被人打死吧？对，如果你是没有在看场合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幼稚。对，所以我觉得一般上的幼稚跟朋友的幼稚跟家人的幼稚是 OK 的，没有分年龄。可是其实我有一点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聊天，我们就有聊到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嘛，就是我们常常就听到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有一些人用什么童年来治愈人生，有些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就是可能说有些人的童年的时候，他可能的家里的生活环境没有这么好啊，或者是有受到一些比较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些经历啊，就是可能他就是会影响到他一生。但是来讲一下你自己的童年，对，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活环境可能没有那么的富裕。哦，真的。以前我小的时候是住 Oakland Road，所以我是 Oakland Road 小王子来的。OK， 我住河边，你知道想象那个河边？其实我很难想象 Oakland Road 以前有这样子的一条河，现在还是一条河，你看到可是那个河已经是我们不会去留意它了，你知道吗？就我家后面这边也是有。总之我以前就住正河旁边的一间小木屋，那种木屋是烂到很可怕那种。所以以前在 Oakland Road 那边真的就是一大排都是木屋。很多木屋的，是新村来的，就是因为他要建那一条 highway，然后又建那个商场在那边，所以就把很多的木屋都拆掉，然后呢，很多就要被迫就是要搬迁之类的。所以不要讲这种啊，我讲回我以前住的地方那个环境大概是怎样，就是一个很烂的木屋。然后呢，每次呢下雨呢，大家都会提心吊胆的，就是觉得下大雨的时候很怕会淹水，会不会淹水啊什么的？常常淹水，所以我们就在那种常常淹水的情况下长大。那我心想，有时候我现在看到有一些地方淹水，这种状况我明白，我习惯了，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奇怪。真的，因为我有好像我每次你知道我很容易恐慌的，我就跟他讲，你看这边淹成这个样子了，可怕。他竟然就很平静的跟我说，其实我小时候经历过这一切，不是小事，他只是你有经历过，你习惯的话，你就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我是说小时候，不是小事。OK， 多坏，你在我旁边呢。怎么样啦？你说啥呀？他经历过这些，所以很多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好像生活的某一个片段而已。对，甚至呢，每次都会好像动物园这样，我家常常会有那种四脚蛇啊、蟒蛇啊，蟒蛇也有出现在我们的家，很恐怖。有没有让你有最印象深刻，然后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很恐怖的一个经历？淹完水之后，水退了，然后我们就要洗屋子，洗了之后呢，觉得可以吧，我们可以把我们搬到很高那种箱子啊，就搬回下来啊。你要移那个箱子下来的时候，竟然有一条蛇在上面啊，那种感觉。然后甚至呢，就是有一次我弟弟就是他在风扇底下在玩那种玩具的时候，家里又没有什么人，然后我们全部就出去玩。一回来的时候看到风扇上面吊着一条很粗很大的蟒蛇，吊在风扇。在那边虎视眈眈，你弟弟。我弟弟才几岁，他还没玩那种玩东西。结果我们全家都吓疯了，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你们会留弟弟一个人在家？没有，我们只是在门前玩我们在门前而已，可是弟弟在就客厅那边嘛。OK， 所以小时候生活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你家有6个兄弟，对，甚至呢，我觉得那个环境是遭到我很自卑，就是因为呢，就是可能小学的时候比较懂事的时候，可能朋友就讲，不如我们去你家玩啊，不如我们去你家看看啊，做客之类的。我很不想他们来的嘞，因为我觉得很丑，我觉得。你要来我家会吓到你耶，就是那种你一进门可能地板都是破的，然后可能说一下雨，如果万一下雨的话，客厅都是湿的那一种。所以连那个沙发都没有的嘞，我们都是坐那种铁的椅子啊，那种我觉得很可怜，这样我觉得很可怜，这样想回去。OK， 我家是小康啦，就是我虽然我自己觉得以前小时候觉得我家也是蛮穷的，可是当然就是听到很多人的经历之后，你就觉得其实我自己已经很好命了。我是要讲一个东西。我也有你这样子的心态的，就是以前我很怕别人来我家，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家有一个abnormal， 就是他发育不全的哥哥。以前小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的生活环境不像我们可以在家里面自由走动，或者是自己出外去玩啊什么的，他就必须，我们就有做了一个特别的笼子，这样听起来很像很可怜，但我们没有虐待他，千万不要误会。他那个我们叫称笼子，因为它真的是铁做的嘛，它只有个门这样子的，然后它就跟围着而已啦哈。对，因为不然它会东拉西拉，非常危险。那风扇啊，可能拉下来那种桌扇
会绞到手指啊什么的。所以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别人一定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可能没有，但是我也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态，小时候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心态，不知道那个叫做自卑，不知道有恐惧，就是很你要来我家，其实算是一种自卑来的。真的吗？对对对。但是其实长大这些事情会过的，是不过我这件事情只是某一些事情，那因为你的情况下，爸爸妈妈可能就是也是生活很忙碌，然后又有6条化骨龙，就是可能没有办法有时间去管你们，或者是有很多的时间陪伴我们这样，陪伴，或者是可能有能力去给予你们想要的东西。没有的我们以前什么都没有的可能就觉得有的话就会好像很 surprise 有 bonus 的感觉这样，所以我们所以我现在都会比较珍惜一些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你觉得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有让影响你最大一点是什么？会啊，因为你是苦过来的人，你是以前是苦着过来，然后现在你往回看你会很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是得来不易的东西，甚至我会觉得原来我们是这么惨的，所以我现在会更加觉得爸爸妈妈的用心，他们以前真的是很苦的，所以会觉得就算他们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会觉得你们尽量就可以休息就休息咯，就你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咯，就会这样子。对，我是不是真的是有苦过的人会特别珍惜和懂得感恩，或容易感动？会啊，觉得因为我记得你有分享过一个，就是你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一个对你很好的 supervisor，你要不要讲一下？那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很小就有半工读的这个状况嘛，然后就中学的时候我就放学都已经几点，都已经是下午1点2点，我还走路回家，没有搭bus的嘞，走路回家，江塞还要走路回家。走路回家之后呢，就要赶快冲个凉，准备一下，那4、5点就要去做 part time 了，去商场MV。 我那天还遇到一个你的同事，真的有同事，真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不可以，我们等下闲聊起来，有没有等下我们私底下再讲你先讲。然后就赶着去上班那上班就饿着肚子因为觉得说我怎样都要等到晚餐时间，就可能6点或7点的时候才可以吃点东西，然后等到我回家10点半再吃东西的感觉，所以我是饿着肚子上班的。而且你以前真的超级超级瘦，当然啦，感觉那风这样吹一下你就感觉是营养不良，你知道吗？所以我的supervisor对我很好就是说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小男孩，这个我留给你吃，这个我吃不完你吃，就会把他打包的午餐分一半给我，或者是他准备晚餐的时候也要留一半给我，让我有的吃。而且他还会跟你讲，他可能怕你不好意思什么，他会找借口，对不对？对，就没有啦，我不要了，我在减肥嘛，你吃一点你帮我吃一点这样咯。所以我就很感恩这种曾经帮过我的人。那你有没有想要找回他？没有咯，其实我出道没多久，我还知道他有在另外一间商场也在做 supervisor， 可是后来就听到消息说他已经不在了。就已经离世了，蛮多年了。可是所有人的善举每个人的善意的一些行为，肯定就会让受惠的那个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你会永远记得他，而且你会种下一个好的种子在你的身上，因为我相信你在遇到同样的人事物的时候，你也会用他的方式去对待他们的。对，真的，这很重要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因为刚才我就跟我们 producer 有聊到，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遇到好人这个东西很重要，对不对？就好像其实我以前原本真的很叛逆，真的很不爱读书。当我小学一毕业之后呢，我一到中学就好像撒该这样，你知道吗？就觉得现在没有人管我了，好了，自由了，长大了那种感觉。我就很不爱念书，我常常就做不良的不良的事情，不良的举动，譬如说绑定然后就可能顶撞老师之类的啦。然后后来就是遇到一个老师，华人他就跟我说，其实你要看你家状况这样子你哥哥们又没有什么读到书这样，你是不是应该要更加努力，更加争气呢？不用紧的，我现在只是要求你进步，你的分数你考好一点，我就请你吃东西很好。他就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结果我就好，老师对我这样好 ，OK 了，进步就好，只是进步而已没有讲 pass 不 pass 真的，那个时候我的 geography 原本真的是 fail 的，然后后来我考试的时候呢，真的有进步10多分，进步了10多分，然后就说好，我
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给你，我请你吃点心。然后后来我觉得这老师真的很用心，想要我好，然后我就从此呢就发愤图强，一直把很多的精神都花在学习上面，所有的功课突飞猛进。很好哎。所以你看，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遇到好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幸运的嘛？所以其实我的观点跟你有一点像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我觉得那个最重要是言语，所有的言语，因为我觉得它是很有重量的，它的好或者它的坏，其实真的可以影响或者是毁掉一个人的，你不觉得吗？然后这言语从哪里来？人哦。对，如果你想一下，如果那个老师跟你讲，你就是一个坏学生，你就是可以不用了，你就是社会败类，你可能就没有今天了。可能那老师也不会存在了吧？被你打。开玩笑，开玩笑。千万不要这样对人。所以我真的，虽然我们现在这样讲有点老派啦，可能你是年轻人，你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个老冬瓜什么的。可是讲真的，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希望是可以接受到善意的东西的，最容易接触到就是言语。所以它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你知道吗？不是说我们不 care 钱，我们也 care。对啊，我就因为家里没有什么钱嘛，所以我才会有办公读。然后甚至呢，就是那个到我 Form 4 Form 5的时候呢，我就很发愤图强的那个阶段，我是超累的，真是超累的，真的很辛苦哎。真的啊，因为你放学了，你还要就是我还要去做工回家还要再做功课，每天都是做到可能半夜1点2点，然后隔天又是5点或者6点就要起床去上学，所以整个这样子一直 recycle 2年啊。所以你想象那个人到底会多瘦，会有多么营养不良？可是甚至我遇到很多好人，就是除了那个老师就鼓励我，让我就是发愤图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老师，他也是刚刚就是退休了，然后他也是对我很好，说我知道你很爱 account， 你很爱念 account 这个科目，你的 account 已经是可以拿 B 或 A， 每次都是在这个水平上，可是你要上课吗？你要补习的话，你过来我家，我帮你免费补习。这些老师真的是天使，所以讲这老师真的是太好了。甚至有一件事情我也是要讲，因为我太累了 ，OK， 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累，我每次都是上班上课的时候呢，会趁着老师换节，我就会快点休息一下，老师还没有来，快点休息一下。我甚至会带枕头上学，这种小枕头啊，我带了一个小枕头上学。结果有一次老师那个Guru Discipline 进来，你凭什么带？你为什么要带这种什么枕头上学？你为什么？你告诉我原因。我就跟他讲，没有吗？你看你看你们的椅子还是有 cushion 的，老师的椅子那种比较美比较大的嘛。你看我这种木的很硬。然后我讲我最近我又腰不舒服啦，然后我又很瘦，我就整个人很弱，你知道吗？我讲我只是想要好好休息。他讲 OK， 他讲 OK。其实蛮少，就是这种训导主任能够听进学生的话。我有讲道理呀，因为我真的很累呀，然后就 OK， 结果他讲 OK 之后，每个全班带枕头上学。不过我们长大之后真的是觉得其实也还好了，我带一个枕头也真的不会影响我上课，反正我舒服，我更专心上课啊。那其他人呢？其他人是因为太舒服睡着嘛？那其他我不管啊，我管我自己啊。所以你看，我就觉得我讲哪里去啊？老师的我觉得老师这方面真的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刚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钱这一块。对啊，因为就是小时候很努力的去赚钱，所以你知道没有钱或者是有钱对你自己的影响有多大，对不对？对。所以你没有不是？我觉得小时候你对钱的观念和现在长大的观念有没有不一样？小的时候觉得赚钱真的很重要因为 OK 应该是要分几个阶层吧。可能到在小学那个期间，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多一点钱的话，那觉得说我就可以跟其他学生一样，就可能说就算我们聊的东西，或者是买的玩具，我们去玩的东西，带的文具，可能真的会不一样。或者我不用每天穿哥哥留下来破破烂烂的衣服那种感觉，这个是我那个年龄的想法。到我中学的时候的想法就是我要快点出来赚钱，因为我觉得家需要钱嘛，我可以出来工作，可以改善家里的状况。对，可以就是帮补一下家里，就是帮补一下妈妈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大哥也是没有什么念书，就很早就出来工作。然后因为要维系这么多家里成员的一个家庭其实真的需要蛮多钱的，真的不是说随随便便煮一个饭就你煮饭你要开餐也需要钱吧，是不是？是而且你们是很容易吃完1桶米的，因为这么多人。对啊，因为全部男生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学那个期间就觉得很想要快点出来赚钱，所以到我Form 2年尾就开始出来做 part time 了。
然后 Form 3一直都是在做着去，所以我从我 Form 2年尾之后就从来没有跟我妈妈或爸爸拿过1分钱。但是如果有的选择的话，你觉得你会想要自己赚钱，或者是？其实那个时候很矛盾的，我自己赚钱，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要赚钱做到这样辛苦？如果可以跟爸爸妈妈拿，就太好了。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因为觉得说为什么不一样呢？他们放学之后啊，读早班之后啊，他们放学之后要么就不如我们去哪里吃东西，去喝茶，不如我们去看戏，这样。我想我不能啊，我要去做工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我有点小自卑，觉得我跟你们不一样。我需要把时间花在做工赚钱，可是我又没有想赚很多，但至少可以养活我自己，还有给我妈妈用。所以很多了。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跟朋友有一些聊不上的话题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永远是跟他们不一样。可是你觉得其实这个经历算是好的吧？就如果再给你有选择，你觉得你还是会想要去打工的那个？虽然这样讲好像很废，但是我只是要跳出来想这件事情它的那个价值而已。没有，我觉得说如果能够让你舒舒服服在你该学习的阶段，就是能够不用想赚钱这一回事，你真的能够很专心去上课，你还是会想要这样子。如果回到去那边，我觉得哇，如果我不用把时间花在这边，可能我学业会更好，因为我已经那个时候我开窍了嘛，就是觉得我风范我要发奋图强，可是就是因为我还要上班，导致我真的没有这样多精神上课，真是没有那个太多时间去补习嘛，所以这个是我唯一觉得，如果那时候能够改变一下就好。可是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是有那个经历的话，现在就不是现在的谢成伟了。也是真的。然后讲到那个钱的那个观念呢，我如果我跟你比起来哦，我真的是幼稚很多。我这个时候就可以讲我幼稚了。我小时候呢，差不多像有这样就是你那种小学啊、中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钱的观念，就是说这个钱它的价值可以拿来干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说有10块钱，它的那个价值有多大或多小？我的概念就是如果比如说我看到别人他的家很漂亮，我就会跟我爸爸妈妈说，我也希望以后我可以住到这样大间的屋子，我会觉得好像是一件蛮容易的事的。我没有那个钱的价值观念，然后我妈妈他们就笑我，用鄙视的笑，就是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你干嘛看不起我啊？为什么人家可以办到我也可以啊？很好啊。没有，可是因为小时候我真的没有钱的观念，因为我觉得我是温室小花嘛，然后一直等到长大自己去赚钱的时候，我才深刻的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当时他们会笑。可是不像你以前很早你就知道了，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是迟看这些事情，然后我自己会有一种我烂我就会自己觉得有点瞧不起自己，为什么没有那个眼光啊？也还好，我觉得你很厉害耶！你这么小年纪的时候就有这种吸引力法则了。你看你现在住大屋子，你看住大房子，800多 square feet 吧，很好了耶！你没有跟家人拿钱呢？没啦，如果我跟那个蚂蚁比起来，我家真的很大，根本就是一个大曼。好了，跟蚂蚁比起来它简直就是蚂蚁的整个地球吧。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聊的东西呢，就可能是我们其中一 part 罢了。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做这个 podcast 我就跟大家讲到，就是 Rickman 呢，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在我的 podcast，尤其是早报人的时候。所以今天是来下时间的是吧？没有，真的是就是要想要跟你聊嘛，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很好奇，尤其是我的朋友会问我，Rickman 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哈，就是那种很开心很乐观的人是吗？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种差别，就可能在荧光幕前会很阳光，但可能私底下不是嘛。因为我觉得我稍微是会有一点点分别的。我也是有吧？没有，你还是属于乐观，我还是比较悲观派的。对，他原本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他比较能够乐观的看待很多事情，或者是接受。唯一一个可能有人不知道，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躲房间的，有时候就可能没有工作，没有人怀疑或疑惑过这件事情。我觉得躲房间就可能说，你大家会觉得很宅。你不是那种很爱讲话啊，就很喜欢跟朋友聊天啊，那种躲房间干嘛？就觉得没有问题躲房间很舒服啊。因为无论是多开心、多开朗、多乐观的人，都需要有一个 me time。
哦，因为我觉得我们一 Yeah 摊唯一可以去的就是房间，要么就躲在车，哦，就可能是有个小放工的时候空会啊，对，间。躲在车里面可能休息个10分钟或15分钟才下车那种感觉，是，所以啊，不要怀疑，这就是人正常吧？这生。动作哦。没错，哎，讲到密探这件事情啊，我们下一次呢就可以聊一些我们私底下常常会做的一些活动啦。我没什么活动做哦。没有啦，我也只是这样讲啦，因为差不多要结束了，哦我只是随便给大家讲一个要拜拜之前的一些话。这样我问你是什么颜色？我们刚我们刚一直在研究，到底 OK？你说这是什么颜色？ OK，有看荧幕，就是有然后我要讲 editor 不可以帮他 edit 这个颜色哦，你要用 origin 的颜色哦。你觉得是什么颜色？这个是peach 橘色。OK， 我们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YouTube 或 Instagram， 我们有那个视频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手拿这个娃娃，我们一直在猜它是什么颜色。我觉得它是橘粉色，对啊，对，我也是觉得它是粉橙色。你觉得呢？留言告诉我们吧。哎，它是腮红哎。不要啦！粉红色啊？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只是玩它。对。OK，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每一次 podcast 都会有一个结论这样子。如果你的生活啦是一颗橙，就是目前为止你觉得你的生活的这颗橙啊，这个橙是什么味道的？甜、酸甜，还是没有味道？就是或者是没有 juice？ 你觉得它是怎样的？甜吧。天哪！因为我觉得不懂啊，第一个感觉我觉得橙就是不一定每一颗都是酸的，橙还是会找到甜的时候。当你吃到甜的那个橙的时候，可以这样开心一整天你看乐观的人想法就不一样啊！不懂哦，不是这样的咩？你吃到那个酸到没有朋友的橙，你会开心咩？开心，因为我喜欢吃酸的啊。我喜欢吃酸的，酸甜的，酸甜。OK， 好了，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了，下个星期见。